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想跟大家聊聊荆轲刺秦王的故事。这个故事呢，我想大部分朋友都已经是非常的了解。不过不知道各位注意到没有，很多你所熟悉的人或事情，往往更容易被你忽略，因为太熟悉了，所以你往往忽视了一些细节的变化。细节决定了成败，同时细节也决定了真相。荆轲与秦王咫尺之遥，为什么他竟然9次不中呢？别忘了，荆轲手持的可是一把见血封喉的利刃，那是淬过毒的。别说刺死秦王，哪怕划破了他的一层皮，也足以要了秦始皇的命。在秦始皇毫不防备的情况下，荆轲猝然发动进攻，却劳而无获，到底是为什么？是他剑术不精吗？如果他的剑术如此不精的话，那么燕太子丹又为什么花费如此大的代价让他行刺？秦舞阳的任务到底是什么？刺杀秦王的任务难道非要2个人来完成吗？那易水河边的悲壮一幕，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如此壮别的情景背后有什么更深的含义吗？燕太子丹为什么一定要刺秦王？他到底是为了公还是为了私？而荆轲呢？他与秦始皇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家仇国恨？今天呢，就让我们历史探案，深入到这2000多年前中国历史上可能最重要的一场刺杀，让我们看看显微镜下的荆轲刺秦王。让我们先将时光拉回到2000多年前，公元前247年，秦始皇20年的这一天。这一天，作为燕国的正室荆轲副使秦舞阳正站在秦始皇的大殿之下，等待着秦始皇的召见。秦舞阳也并非是一般人，他是燕国大将秦开的孙子。说起秦开呢，可能很多朋友不太熟悉，不知道为什么，与秦开建立的功劳相比，后世对他的宣传非常的匮乏。大家都知道李牧与匈奴作战，也知道燕国的大将军乐毅，但很少人知道秦开。其实秦开的功劳一点不亚于他们。秦开当年为燕国拓地2000余里，他北击东湖，东渡辽水，击败了箕子朝鲜，占领了朝鲜北部的大部分地区，使得燕国一举成为了战国7雄中土地面积仅次于秦楚的第3大。这是燕国最强盛的时期，就是燕昭王时期。秦开率兵修建了燕长城，他同时也是沈阳城的开城之祖。沈阳城的前身叫后城，后城就是秦开修建的。现在在沈阳的五里河体育场内还有秦开的塑像，大家哪位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沈阳去看看。顺便呢，到铁西区去转转祝您平安。秦开被如此的低调处理，是不是因为与他所占领的土地有关系？他当年东渡辽水，攻击的是箕子朝鲜，夺取的是朝鲜北部的大部分地区。当然了，这也只是我个人的瞎猜，并没有什么根据，要不然也实在解释不了为什么秦开的名声比不上抗击匈奴的李牧。秦开虽然很低调，但他的孙子秦舞阳可一点不低调。他13岁的时候就当街杀人，当时周围的人没有一个人敢直视秦舞阳的眼神，这恐怕就是为什么燕太子丹会让他以副使的身份协助荆轲刺秦。而此时的秦舞阳却已经是2腿发抖，面色煞白。这位将门虎孙此时真的被唬得像个孙子似的。那个13岁就敢当街杀人的秦舞阳哪儿去了？其实一点也不奇怪，秦舞阳是将门之孙，是官3代，他当街杀死的可能只是一个老百姓而已。他当然是勇敢的，这种勇敢是建立在安全状况之下的，是建立在权势的背景之上。而此时他的那点权势，在秦王政漫天遍野的权势的威压之下，显得是那样的无足轻重，就像在大海波涛中被随意翻弄的一个小沙粒，他要么献媚，要么下跪。秦舞阳的勇气来源于他的权势，他的恐惧也是如此。秦王政也明显注意到了秦舞阳的神色变化，他不屑地问正使荆轲说：“你的副使怎么了？”荆轲忙道：“他是北方粗鄙之人，从未见过大王的天威，他是被吓坏了，请大王见谅，让他做完他的工作。”秦始皇鄙夷地笑了笑，对荆轲说：“你一个人拿着盒子和地图上来吧。”荆轲一怔，
马上就反应过来，接过秦舞阳手中的画轴，上面画的是燕国将要呈送给秦国的最肥沃的土地都抗地区的地图。我们大家也都知道，图中还卷了一把见血封喉的匕首。请大家注意这样一个细节，最早是由秦舞阳拿着地图，而荆轲拿的是木盒，里面装的是樊无忌的头颅。以下呢就是刺杀的全过程，这个过程大家都比较熟悉了，所以呢我也尽量简短一些，其中增加了一些我个人的胡思乱想，请诸位自行甄别。荆轲走到了大殿之上，坐在了秦始皇的对面，两人相隔不过是一条窄窄的条案。秦始皇先查验了樊无忌的手迹，心中大悦，对荆轲丝毫未加防范。然后荆轲就献上了都抗的地图，这个地图不知道是哪个绘图员画的，搞得太仿真了，比例尺大概没搞对，所以画幅很长。荆轲拿着画轴一边退一边展开，退着退着都快退到燕国去了。当时荆轲心里不禁的慨叹一声，要是再长点就好了，我就可以绕到地球的另一面，从背后袭击秦始皇。当然了，这些都是荆轲的胡思乱想。荆轲与秦王都是跪坐着，秦王双眼紧紧地盯着自己垂涎已久的都抗之地，丝毫没有发觉当画轴卷到最后的时候，一只匕首露了出来，图穷匕现。荆轲右手抓住匕首，左手一把抓住秦王的衣袖，右手一刀刺去。秦王向后击倒，躲过了这致命的一刀。荆轲再刺，秦王扯断衣袖向后翻滚。以后的事情大家就都知道了。秦王的大殿之上上演了一出两人追逐游戏，一个叫汤姆，一个叫杰瑞。因为按照秦律，大殿之上不得有兵士，上殿议政的大臣们也不可以携带兵刃，惊慌失措的群臣们也不知如何能够解救秦王。而秦王虽然佩戴着一柄长剑，但慌急之下却怎么也拔不出来。此时秦王的心中一定有无数匹马在草地上奔跑，不止一次在心中骂道，下次谁再装叉带这样长的长剑，谁就是秦舞阳。危急之下，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出现了，他是当朝的一名御医，叫夏无居。他手中也没有武器，但他手中有一个药囊，里面装的都是秦始皇平常最喜欢吃的一些中药材，比如说人中黄、人中白、夜明砂等等。夏无居看到荆轲追到面前，奋力将手中的药囊掷出，药囊还未击中荆轲之前，荆轲已经闻到了那股浓烈的气味，突然有了一种欲用茅房的感觉。就这样的稍一停止，可能只有短短的1秒钟的时间。大臣中有人对秦王喊王复剑。此时秦王嬴政也从惊悸中稍微的缓过一点神，他将剑挪在身体的背后，然后奋力的拔出，一剑在手。秦始皇勇气倍增，他转手为攻，快步上前，一剑就砍断了荆轲的一条腿。荆轲知事已不救，奋力的将手中的匕首向秦始皇掷出，被秦始皇躲过，匕首刺进了旁边的铜柱之中。此时的荆轲倚柱而笑，击居而坐。什么叫击居而坐呢？就是两腿打开坐在地上，这在古人来说是一种非常轻慢侮辱的坐姿。因为秦朝那时候还没有内衣，男士们顶多穿一个净衣，就是包住小腿的衣服，而大腿和裆部则完全是裸露的，所以他们才会要跪坐。而寄居则是故意将自己的下体裸露给对方，这是对对方的一种轻蔑和侮辱。由此大家可以想见，当年韩信受胯下之辱的时候，他受侮辱的程度可能远超我们的想象。荆轲最终被秦王政杀死，这场刺杀也最终以失败告终。那么现在我们回头来想想，里面是不是有一些蹊跷之处？为什么荆轲会一击不中再击不中的？当时荆轲与秦王相距并不远，只是隔着一条窄窄的条案。荆轲能够一把就抓住秦王的衣袖，也说明了他们之间的距离很近。而当时二人都是跪坐的姿势，跪坐这种姿势大家可以想象，行动本来并不方便，而在跪坐的情况下，向后的运动会比向前的运动更加的费力，因为向后会受到自己双腿的阻碍，向前则相对来说方便很多。理论上讲，荆轲的左手既然能够抓住秦王的衣袖，那么他的右手应该也能够刺中秦王。
哪怕刺中的不是要害部位，但荆轲手中的利刃是当时的名将徐夫人所铸。徐夫人并不是一个女人，她姓徐，叫夫人。这柄利刃还被淬了毒，可谓是见血封喉。这把毒刃制成以后，还特意找人试过。据《史记》记载，以是人血如履，人无不利死者。从这句话可以看出来，当时试剑的并不止一个人。如此毒的一把利刃，哪怕荆轲只是伤及秦始皇的皮毛，秦始皇也必死无疑。但为什么荆轲连这一点都做不到呢？手持如此利刃，却能让秦始皇毫发未伤，这就不能不让人怀疑荆轲作为刺客的专业技能。他的剑术到底怎么样？这就要说说荆轲到底是何许人也。荆轲是魏国人，平生喜欢读书论剑。从他这两个爱好就能看出来，荆轲不差钱。荆轲很可能是贵族之后，据说他原本应该姓庆，是出自于齐国的庆氏，这是齐国的一大家族。后来到了燕国，庆不知怎么就变成了当地口音中的荆。史记记载，荆轲曾经以术说魏元君，魏元君不用。其中的以术，那么术指的又是什么呢？有些人认为是剑术，我觉得这点不大可能。如果荆轲是想通过自己的剑可以求职的话，那么他应该在魏国的军事长官面前展现他的剑术，而不应该是在国王面前。这里的术，我觉得更多的是指的是治国之术，而在先秦的史书中，术字又有一个特质，指的就是法家的治国之术。法家的思想中包括法术士三大主要部分，也使法家分成了三派。韩非子就是将法术士三派融为一体的一个大家，所以通常法家的理论我们称之为术，而儒家的理论我们则称之为道，所以术与道是相对而生的。由此我们可以推断，荆轲有可能是一名法家弟子。他虽然练剑，但他的骨子里还是一名文人。他希望自己能够进阶的手段并不是通过剑术，而是通过他的治国之术，是一个文人要做的事情。那么具体到荆轲的剑术又到底如何呢？在史记中曾经有这样两段记载。第一段是荆轲曾经在榆次遇到了当时著名的剑客盖聂，可能是盖聂听到了荆轲说的一些不对之处，对荆轲是怒目视之。荆轲的反应并不是你瞅啥，而是马上就躲开了，而且还躲得特别彻底，当天就离开了榆次。还有一个记载是荆轲与鲁勾践，当时两个人下棋，不知怎么起了争执，也是鲁勾践对荆轲怒目而视，荆轲又跑了。盖聂和鲁勾践都是当时著名的剑客，荆轲与他们二人虽然没有实际的过招，但至少在气场上，荆轲好像是输了不少。当然了，不排除另外一种可能，就是荆轲身怀绝技，但是他非常的隐忍，他不会为了这些小事情而耽误了自己的大计，他并不在乎什么天下第一剑的威名。大家也可以试想一下，如果荆轲真的已经是天下第一剑客，天下闻名的话，那么燕太子丹敢请荆轲做正事吗？天下都知道了，秦王肯定也知道了。秦王知道了荆轲是天下第一剑客，那怎能对他不防呢？当然了，这只是一种可能，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从荆轲后来的临阵表现来看，他的剑术确实不怎么样。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荆轲在刺杀秦王之前，他从来没有杀过人，他是一个从来没有杀过人的杀手。其实啊，我们仔细想一想，即使荆轲并不是什么受过专业训练的杀手，他也不应该失手。当时他与秦王只是咫尺之遥，他行刺的时候是身体前倾，而秦王则是身体向后仰。刚才说了，贵族的情况下，身体前倾要比身体向后仰顺畅得多，所以荆轲的刀应该比秦始皇的躲闪要快。荆轲根本就不必是一名名剑手，只要他在来秦国的路上反复演练这个动作，形成肌肉记忆，他就完全可以一击得中。为什么连这一点荆轲都做不到呢？如果荆轲连这一点都做不到的话，那么燕太子丹为什么又要让他担此重任？是燕太子丹用人不明吗？这就要回到刚才我们提到的让大家关注的那个细节，
当时准备上殿的时候，是秦舞阳手里头拿着地图，而荆轲拿着装着樊无机的头颅的木盒。如果秦舞阳没有怯阵的话，那按正常来说，应该是他与荆轲两个人一同上殿觐见秦王。我们就可以设想这样一个场景：验完樊无机的头颅以后，作为副使的秦舞阳慢慢的展开督亢的地图，而作为正使的荆轲应该根据地图对秦王进行讲解。荆轲的目的是要将秦王的注意力牢牢地吸引在地图之上。当地图慢慢展开，马上要到最后关节的时候，荆轲一定会故意指向地图的另一端，吸引秦王的注意力离开地图的尾端，因为那里藏着一把利刃。当秦王的视线移到了地图的另一端，而此时地图的尾端也已经展开，图穷匕现，所以这时候行刺秦王的人应该是秦舞阳，而不是荆轲。秦舞阳是将门之后，他是真的杀过人的，至少在太子丹的眼里看来，秦舞阳是一个合格的杀手。而荆轲恐怕验太子丹更仰仗他的是荆轲的那颗稳定的大心脏，是秦舞阳这样的莽夫永不可及的。不过最后因为秦舞阳的怯阵，使得原本的计划被打破，荆轲不得不身兼二职，其难度无疑倍增。其实何止是倍增？刚才说了，即使荆轲没有受过杀手的训练，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也完全应该可以刺中秦王，至少伤其皮毛，但这也足够了。那么为什么还是这个问题？为什么荆轲连这一点都做不到呢？原因其实很简单，不是荆轲不想，而是荆轲不愿。荆轲不想杀秦王。没错，荆轲此行的目的并不是荆轲刺秦王，而是荆轲劫秦王。荆轲刺秦王只发生在他将手臂掷向秦始皇的那一瞬间，在这之前，荆轲所做的所有目的都是为了劫持秦王。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荆轲刺不中秦王。他不是刺不中，而是不想刺中，因为刺中了秦王，荆轲也就完了。从荆轲当时的动作，我们也能看出来，他首先是左手一把抓住了秦王的衣袖。如果他真的想对秦王发起致命一击的话，他根本就没必要去费力抓住秦王的衣袖。他之所以这样做，只是为了想制住秦王。他想抓住秦王衣袖，然后用刀架在秦王的脖子之上，逼迫秦王就范。那么为什么在《史记》中却说荆轲是一刀刺向秦王呢？这就要说到《史记》关于这次刺杀过程的记载的出处。据说关于秦王大殿上发生的这段惊心动魄的刺杀行动，司马迁是听别人详详细细地告诉他的。告诉司马迁的人是董仲舒。董仲舒有一个忘年之交，叫夏无居，就是在殿上向荆轲制药囊的那个御医。这一点司马迁在《史记》中还特别的严明。当然了，有人会说董仲舒是汉武帝时期的人，那时候夏无居已经多大岁数了？至少应该已经90多岁了。夏无居到底活了多大岁数呢？这一点呢，我们无从考证。也许在董仲舒之前，夏无居还告诉了中间的另外一个人，然后又传给了董仲舒，然后又告诉了司马迁，这也并不重要。夏无居当时正在殿上，但因为他只是一名御医，品级不够，所以应该站在离秦始皇比较远的位置。以那样的距离，他很难分辨出荆轲的目的到底是想刺杀还是想劫持。大家可以想象，想劫持秦始皇的荆轲此时是投鼠忌器，他手中这把淬了毒的利刃对他来说反而是一个束缚。如果没有淬毒的话，他完全可以刺伤秦始皇，然后再逼其就范。而现在他却不敢让这把利刃伤秦始皇的半根毫毛，这无疑是一个非常尴尬的局面。按照荆轲他们预先的计划，荆轲与秦舞阳应该一同冲向前，荆轲尽量抓住秦始皇，而秦舞阳则将刀架在秦始皇的脖子上，并且告诉秦始皇和下面的那些大臣们，这把刀是见血封喉，你们谁也不要妄动，这才是他们真正的计划。这恐怕也就是为什么这次行动必须要有2个人合作完成。如果仅仅只是为了刺杀的话，那么或许1个人就可以了，而劫持必须要2个人。从后面的结果也能看出来，如果只有1个人的话，那么很可能就会造成后来出现的那种追逐的场景。
劫持任务根本就无法完成。而如果有2个人，一人持任，一个人负责阻挡或者是禁锢住秦始皇的话，那么不管以后的情况会怎么样，至少劫持的第一步是有可能做到的。所以由此来看，荆轲并不是一个刺客，而是一个劫匪。那么这种说法是否只是我个人的凭空猜测，有没有什么根据呢？其实是证据确凿。证据之一，当初燕太子丹第一次见到荆轲的时候，就将自己的全盘计划对荆轲说得很清楚了。他要做的是让荆轲效仿春秋时期的曹沫。曹沫是谁啊？曹沫是鲁国的将领，当时鲁国跟齐国作战，鲁国是3战皆败，面子全都丢光了。鲁国无奈之下与齐国割地求和，在割地求和的会议上，曹沫突然暴起，持匕首挟持住了当时齐国的国君齐桓公，要求齐桓公重新签订合约，归还鲁国吐出的土地。齐桓公无奈，只好点头答应。曹沫就这样又大大方方地回到了本方阵营，会议照常进行。齐桓公本来是想反悔的，但他的贤相管仲阻止了他，说咱们还是以信义为重，既然已经答应了鲁国，那就不必反悔了。曹沫由此是声名远震，后世有诗赞曰：三拜休言一日起，千秋侠客首称曹。曹沫也是司马迁笔下的《史记刺客列传》中的第1名。但其实曹沫并不能算是刺客，他也是一个劫匪。所以燕太子丹想让荆轲做的，就是要像曹沫那样劫持秦王政，要他吐出当初侵占6国的土地。如果他从的话，那这件事情就完了；如果不从的话，再杀他。证据之2，荆轲在答应了燕太子丹以后，当初燕太子丹是指定了曹武阳作为荆轲的助手，但荆轲对曹武阳并不满意，他一直在等待着自己一个朋友的到来。后来等的时间长了，燕太子丹有点不耐烦了，他担心荆轲反悔，就采用了激将法。他对荆轲说现在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金卿您到底去不去啊？要不然我就先让秦武阳去吧。荆轲一听这话，当时就怒了，说何太子之前，往而不返者，庶子也。大家看，荆轲说得很清楚，往而不返者，庶子也，就是如果我去了回不来的话，那我就是一个庶子。庶子是当时一句骂人的话，就是小子的意思。荆轲之所以一直在等待他的朋友，就是因为他的计划是去而复返，并不是一去不回头。但太子既然已经说出这样的话了，荆轲无奈，最后只能带着秦舞阳上路。证据之3，荆轲在临死之前以柱击车，说道：是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所以荆轲说得很清楚，我之所以这次失败，并不是因为我杀不了你，而是因为我想生擒你，以达成我与太子的约定。所以以上足以证明，劫持秦王逼其就范，如果他不救的话，再杀之，这才是荆轲的全盘计划。那么这只是荆轲的个人计划，还是他与燕太子丹合谋的计划？有的朋友可能会说，这个计划最早不就是燕太子丹提出的吗？那么他们自然是共同制定了这个计划。可是从以后的种种迹象表明，燕太子丹的计划与荆轲的计划并不一样。劫持秦王对于燕太子丹来说，不过就是说说而已，他真正的目的就是为了刺杀秦王。那么既然如此，为什么他在最初与荆轲谈的时候，还特意提到了曹沫，要荆轲劫持秦王呢？这个其实很容易理解。如果单纯的就是让荆轲去刺死秦王的话，那荆轲肯定知道他这一去是有去无回，不管他是否刺杀成功，自己的这条命肯定都保不住了。那么荆轲还能否担此重任，那就要打一个问号了。燕太子提出的计划是让荆轲效仿曹沫，那也就是说给荆轲留下了一丝希望，成功了就可以名扬天下，到时6国的国君都会争着抢着请你荆轲去做大官，因为你为他们夺回了失去的土地。而这点希望或许就可以让仕途上不得意的荆轲冒一次险。从以下几点或许我们都能看出，燕太子丹的目的并不是劫持。第一，咱们先说这个所谓的劫持计划，听起来就是非常的荒唐。即使成功了，在秦国的大殿之上拿下了秦王政，
即使秦王政被迫签下了他们所要的契约，那之后呢？秦王能履约吗？燕太子丹真的天真的相信秦王会踏踏实实的履约吗？秦王有千百个理由根本就不履行这份协议，然后继续出兵燕国。秦国历来就以不遵守合约而闻名于诸侯。当年秦昭襄王就曾经劫持过楚怀王，蔺相如当年拒绝了秦王要以城池换和氏璧的要求，当时他就说：“秦自缪公以来20余君，未尝有奸明约束者。”就是说，秦朝自缪公以后20多个国君就没有一个说话算数的。你拿秦王政跟齐桓公怎么比？齐桓公那时候是春秋时期，那时候诸侯之间的争夺还讲究一个信字，做事是有底线的。这个底线早就被打破了，而打破这个底线的就是秦国人。这是其一。其二，你燕国以派出正使乞和为名，却行行刺之实，这件事情本身也是不符合信义的。那么秦王政不履行，被迫之下签订的合约，这也是完全合理的。这即使是在现代社会，这种被暴力胁迫下签订的合约也不作数，也没有法律效果，说撕毁就可以撕毁。再有，燕太子丹说要求秦国退还占领6国的土地，那么这6国的土地中有没有燕国的呢？其实并没有。那时候的秦国已经灭了韩国和赵国，燕国的土地他一寸也没有占。燕国离秦国太远了，中间隔着赵、魏、韩等国，而且秦国又一直实行的是远交近攻的策略，对远方的燕国一向还比较友好，所以很难相信燕太子丹是为了其他国家的土地而不惜得罪秦王政的。他之所以这样说，不过是想让自己站在一个道义的制高点上，同时也给荆轲虚构了一个不存在的希望。还有2件事情可以说明燕太子丹的目的是在刺秦。第一，就是那把淬了毒的匕首。如果燕太子丹只是想劫持秦王的话，那么大家想，他有必要做一把这样剧毒的匕首吗？只要当时秦舞阳、荆轲2人制住了秦王，如果秦王不答应的话，那么他们手里的这把匕首不管有没有毒，都可以轻易的杀死秦王，根本就没必要花这么大的气力弄这么一把毒刃。这样做的唯一目的就是能够更加轻易的杀死秦王，这是其一。其二，就是我们大家熟悉的那个发生在易水河边的悲壮的送别情景，那个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志一去兮不复还。大家都为这个情景感动，但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悲壮情景的背后则是一连串的算计。首先，有的朋友可能会说，燕太子丹这是怎么了？送别荆轲和秦舞阳为什么要以这种方式呢？为什么要穿着丧服？这不是明显告诉世人他们是做拼死一举的吗？这绝对不像是正常的出使。如果这个情景被别人看到，泄露给了当时的秦王的话，那么恐怕荆轲他们此行的目的刚开始就已经注定失败了。这里我要说，燕太子丹并不傻，他在布置这个丧服送别场面的时候，一定早就让自己的手下人将附近的闲人驱散一空。当时的技术条件也不会有乌克兰的无人机之类的在上空盘旋，秦王方面怎么也无法快速准确的得到这边的情报。燕太子丹对此倒不必过于担心。白衣送别的这个场景自然是燕太子丹安排的，他这样安排绝对不仅仅是为了送别。大家还记得在送别的时候荆轲唱了什么吗？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大家有没有觉得奇怪？就在几天之前，荆轲还说去而不返者，庶子也。那么怎么到了现在就突然变成了一去不复还呢？我想这正是燕太子丹安排这次白衣送别情景的目的。我相信在这之前，荆轲与燕太子丹之间可能发生过几次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荆轲想劫持，而燕太子丹想要秦王政死，两人可能因此而一直争执不下，所以荆轲才一直等待着自己的帮手能够前来，而在久等无果以后，不得已接受了秦舞阳作为自己的助手，而秦舞阳却是燕太子丹的人，当然执行的是燕太子丹的任务，就是刺杀秦王政。此时燕太子丹就是明确无误地告诉荆轲，我们的争论应该已经结束了，
现在就是让你去刺杀秦王政，你自然也就不会回来了。荆轲此时恐怕也意识到，这是他必须要接受的宿命，所以他才唱出了那句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句话既多少地表露了他心中的不满，又明确无误地告诉了燕太子丹，我知道了。此时的荆轲是一心赴死的，那么为什么到了大殿之上，他突然又改变了主意，想要劫持秦王政呢？其实很简单，因为出现了变数，因为秦舞阳衰了，而此时秦舞阳不能上殿，完成此项任务的重任只能压在了荆轲的身上。按照以前的安排，亲自动手行刺秦王政的应该是秦舞阳。不管荆轲是怎么想的，只要秦舞阳想要行刺，荆轲毫无办法。而此时秦舞阳不在了，荆轲一个人完成任务，这让荆轲看到了一线机会，也许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劫持秦王政。如果真能成功的话，那这样的结果对荆轲来说无疑是最好的，既可以完成当初他对燕太子丹的承诺，又可以使自己在六国中扬名，最关键的是还有机会保住自己的性命。所以荆轲觉得值得一试。有人会说荆轲这样想实在是太天真了，怎么可能以这种方式胁迫得了秦王政呢？其实荆轲这样想并不奇怪，因为在此之前有很多成功的范例。大家还记得和氏璧中的蔺相如吧？还记得那位不辱使命的唐雎吧？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还记得说服楚王的毛遂吧？他们都是采用胁迫的手段，逼迫对方国君就范。既然有潜力可循，那荆轲做如此想也就不足为奇了。我们刚才说到，荆轲的理想是在于庙堂，而不是浪迹于草莽之中的游侠。他想成为一个协助君王治理天下的士，而不是一名死士，更不是一名烈士。这恐怕也就是为什么他不愿意与盖聂或者鲁勾践这样的江湖人士争执的原因。他认为根本就不值得，他志不在此。所以一旦有了机会，荆轲绝不会轻易放过。现在机会就来了。有人说荆轲刺秦王是因为他有着诛灭暴秦的伟大理想，他是想为天下向秦王讨一个公道。其实我觉得这个高度更像是后世给荆轲强加的，在史料中我们看不到任何荆轲有这方面的表示。有人说因为秦国灭了魏国，所以荆轲对秦国有着家仇国恨。可实际上荆轲的魏国是西周所有诸侯国中最晚一个灭亡，魏国的灭亡还是到了秦二世的时候，在此之前他不过是成为了秦国的附庸国。如果附庸国也算是魏国灭亡的话，那最早成为魏国宗主国的可并不是秦国，而是大魏国。所以如果荆轲真的有亡国之恨的话，他应该针对的是魏国。那么和荆轲相比，燕太子丹与秦王政之间是不是有着什么家仇国恨呢？我觉得可能更多的还是私怨。秦国与燕国之间隔着3晋之地，两国之间从来没有爆发直接的战争，只发生了2次间接的战争。一个是燕国与其他3国联合进攻秦国，还有一次是秦国联合其他3国进攻燕国，仅此而已。燕太子丹对秦王政最大的不满，应该说是来自于他的私怨。秦王政是出生在公元前259年，在他出生前的1年，刚刚爆发了长平之战，40万赵国人被坑杀。而在他出生后的第7个月，又爆发了邯郸之战，秦国的大兵团团围住了邯郸。此时的赵国人对秦国人的仇恨已经达到了顶点。可以想象秦王政的童年是在什么样的目光中长大的。如果目光真的能杀人的话，那恐怕他已经死了无数次了。在他童年生活中，唯一的亮光就是燕太子丹。当时燕太子丹也是在赵国邯郸做质子，因为燕国与赵国的关系，燕太子丹的处境当然要比赵政好得多。燕太子丹比秦王政也要大几岁，所以可以想象当时赵政就是跟在燕太子丹后面的一个小兄弟，两个人的地位是燕太子丹在上，赵政在下。没想到10几年以后，两人的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赵政已经成了秦王政，而燕太子丹又成了质子，不过这次是成了压在秦国的燕国质子。燕太子丹一定想象着他会受到秦王政如何的善待，但结果却令他很失望。史记所载说秦王对其不善，
并没有说有多不好，只是不善。但这对于太子丹来说已经是极大的羞辱，所以他自己偷偷的逃离了秦国，然后就开始了他的复仇计划。那么秦王政为什么要如此对待燕太子丹呢？这恐怕就要说到秦王政的性格了。有人说，一个人成年以后发生在他身上的很多事，几乎都能从他的童年经历上找到原因。刚才说了，秦王政的童年是在仇恨中长大的，这样的仇恨也让他学会了仇恨别人。所以在他32岁的时候，当秦将王翦最终征服邯郸以后，秦王政亲临这座从小他生活的城市，不是为了怀旧，而是为了复仇。他杀光了当时曾经与他们母子为难的所有的赵国人。童年的经历也让秦王政有了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他变得狂躁、多疑、抑郁、嗜杀，他不相信身边的任何人。这种不安全感贯穿了他的一生，他一生都在与之战斗，直到失败的那一刻。燕太子丹虽然是他童年生活中的一抹亮色，但同时也是他那段悲催生活的见证。而太子丹以质子的身份再次出现在秦王政面前的时候，秦王政在几年之间刚刚诛灭了嫪毐之乱，刚刚让自己曾经最尊重的相父吕不韦喝下自己赐的毒酒，也就是说，他刚刚杀掉了自己老妈的男朋友，两个自己同母异父的兄弟刚刚毒死了在他心中曾经像父亲一般存在的吕不韦。此时的秦王政还未从这些动乱中平息出来，而此时太子丹就出现在了他的面前，似乎时刻在提醒他，现在高高在上的他，在当年邯郸的时候曾是一个怎样卑微的存在，提醒他与他母亲曾经度过的艰难时光，这些曾经发生在他身上的痛苦和耻辱，以及他的母亲和吕不韦曾经带给他的柔情和恩惠，这些都让此时的他想要急于摆脱。这恐怕也就是秦王政对燕太子丹不善的原因。燕太子丹选择了逃亡，他逃出了秦国，同时也就是忘记了自己的使命，毕竟他是质子的身份，这样的逃亡一定会伤害两国的关系。由此也可见，燕太子丹是一个意气用事的人，他并没有像他所说的那样将燕国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我相信在很多人的心目中，荆轲都应该是那个为了天下而舍身取义的英雄，而在我们今天的讲述中，似乎荆轲身上少了很多英雄的光芒，而多了一些凡人的算计。其实每一个所谓的英雄，但凡有选择的时候，他们恐怕也未必想成为我们心目中的那样的英雄，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理想，自己的追求，他们也想活着。荆轲到底是不是英雄？其实不管是他想劫持或是想刺杀秦王，当他面对强大秦王的时候，他都已经成为了英雄。能够征服世界的是英雄，能够战胜自己的也是英雄。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看，欢迎大家点赞订阅。这里是风下杂谈 Frank 为您带来有温度的历史，咱们下期节目再见。